至死，金钱至上。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，上春山风波再起，差不多行了再被提及。今天已经过了大年初10了，所有人都退出春节档，开始复工了。节后上班，你感觉怎么样？2024龙年春晚都过去1周了，白敬亭上春山风波真的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大家都快忘了上春山的事情。小白也出席活动，接受采访，又参加综艺节目，电视剧南来北往也是好评如潮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上春山过去了，可是刚刚白敬亭又冲上热搜了。央视春晚已落下帷幕整整10日，然而当晚之节目仍备受网友热议。魏大勋、白敬亭与魏晨3位瞩目青年才俊携手共唱贵州献礼曲《上春山》，颇受关注。自大年初一开始探讨，至今热度依旧不减。在公众的视野中，白敬亭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。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行为方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更换衣物、直播时出现走位失误，以及刻意占据中心位置等行为，都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。在直播中，他未详细透露彩排期间的趣事。对此，他表示存在部分内容因特定原因暂时不宜公开。他对此深表歉意，并强调了个人回忆的珍贵性。他期望我们能够理解并尊重他的决定，同时珍惜自己的回忆和经历。最后，他继续阐述，每一次排练，每一次相聚都能带来无尽的惊喜。工作人员提醒魏大勋遗失了扇子，此时白敬亭以和缓的语气表示，此事可否公开，恐怕不太适宜。该直播内容已经发布，迅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与讨论。有关人士提出，魏大勋无辜受累的情况是否可以避免？自身犯错者是否应有愧于指责他人？另一些人认为，此情节类似于《甄琼传》中丫鬟言行不当，遭受主人斥责，以达成自身目标。有人质疑彩排事宜，工作人员如何得知？日常编排同事事宜是否如此进行？针对白敬亭的爆料，评论区中的多数网友表现出疑虑，认为此类行为颇不寻常。既然涉及所谓的趣事，为何白敬亭不效仿魏大勋和魏晨，在主持人提问时坦诚的分享呢？反而是在背后叙述，加之自身本就身处舆论漩涡的这段时期，谈及魏大勋，总会让人感受到某种程度上的舆论压力。你是否有意转移话题？关于白敬亭的春山学事件，实际上仅有一种可能性：由于首次登上春晚舞台，紧张过度，导致纯粹的失误而出现走位偏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理解为正常现象，观众可以理解并接受这种状况。最严重的后果或许是个人的能力不足，从而无法再次登上春晚舞台。正如网友所言，这是一种爱慕虚荣的表现，故意占据主角位置以抢夺镜头，不肯离去。若遭遇此类情况，实在是愚蠢之至。毕竟在数亿观众面前进行直播，一旦心机被洞悉，个人形象将受到损害，甚至可能导致无法登上央视舞台。据悉，在第2次联合排练时，节目中确实包含了扇子元素。然而，观众当时目睹的是白敬亭在操作扇子时，一不小心将其甩出。后续演出中，魏晨所持扇子意外裂成2半，但他仍设计了开扇和剪扇的动作。基于多种因素考虑，最终决定不将此元素纳入表演。白敬亭在直播中提及此事，足以证明并无意回避魏大勋持扇时的趣事，仅为偏袒他。令人颇感意外的是，宋轶未曾预料到自己会突然间成为舆论的风暴眼。近期，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备受关注，许多网友对他表达了不满情绪，甚至有人借用一个炕头睡不出2种人的谚语，将他与某一事件关联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部分忠实粉丝对宋轶关于白敬亭的评价提出了质疑，他们认为宋轶或许并未充分了解白敬亭的真实性格。因此，这些粉丝纷纷发声，期望他能审慎对待此事，并适时调整自己的观点。另一方面，部分网友认为白敬亭并未就与宋轶的感情状况给出明确回应。一般来说，若2人确实恋情属实，应当堂堂正正地公之于众。然而，白敬亭并未明确这段感情，因此许多人认为，关于宋轶的诸多纷争并非白敬亭之事。然而，实际情况是，宋轶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已受到负面评论的侵袭，部分网友甚至挖掘出宋轶过去的一些不光彩事迹，使得原本认为她甜美可人的观众颇感意外，
对他的认知变得更加复杂。经过深入探究，部分网友曝光了宋轶团队人员更迭频繁的原因，归因于他不易相处的个性，使得多数工作人员难以长期与其协作。此外，有人对宋轶自诩洁癖却需他人为其服务的行为表示批评，认为此举暴露出他居高临下的态度，甚至他的私人行程也需由他人负责规划。除了宋轶，有网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，白敬亭不仅辜负了宋轶，对乔欣也表现得很不友善。有传言称，在白敬亭刚出道时，他与乔欣的关系相当好。这一系列的爆料使得宋轶和白敬亭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业内人士对此不胜其扰，尤其是主持人王宁。在面对媒体采访时，王宁直面白敬亭，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未给对方留有任何情面。王宁认为白敬亭并未顾及他人感受，既然如此，他又何必为其留情面呢？王宁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真挚感慨，新年伊始，他便见证了部分人士的人品现象。此番言论一经发表，立刻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。许多人也猜测他或许暗指白敬亭，由此可见，春山学的瓜吃到现在，白敬亭到底抢没抢 C 已经不重要了，反正他身上的黑料是越挖越多。类似明侦和唐宋八大家，让各家粉丝集体感叹好一个回旋镖，而他拿乔欣红包不办事，放金城鸽子，发何炅的黑称，更是让他的路人缘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。所以也别说什么网友不理智，不是我们不想翻篇，实在是被这些瓜惊得目瞪口呆。有趣的是，在这场上春山的风波中，抢红的是白敬亭，爆的却是魏大勋。按原视频 UP 主的说法，如果没有魏大勋急中生智，压着白敬亭下了台阶，那整个节目的效果只会更糟。由于没有官方认证，这个走位到底是不是魏大勋的临场反应，咱们无法求证。但就魏大勋的每次爆红，靠的都是同行自杀式衬托，这一点就很值得玩味。魏大勋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，偏韩系的长相让他的帅严重依赖妆造，并不出挑的条件，导致他此前一直在各大影视剧中打酱油，甚至一度被冠上综艺咖的称号。2023年出道15年的他，却突然因为一部口碑坍塌的电视剧中的男配上桌，红得一发不可收拾。现在更是凭借上春山事件被网友吹爆。所以大勋花到底是不是靠拉踩同行营销起来的人设？考古魏大勋早年的博客发现，他还真是把想红写在了脸上。北电本科上不去，高职也要上。我要改变命运，娱乐圈需要我。我是好人，我想演戏。他从不否认想出名，但他愿意为这个梦想全力以赴。18岁前，魏大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胖子，体重一度达到200斤。为了上电影学院，他愣是用1个月时间成功减重40斤，顺利考上北电，堪称励志的代表。即使刚出道时的魏大勋是有过好机会的，因为韩系暖男的长相，让他成为了韩国娱乐公司 TYB 签约的第一位中国艺人。据说朴正英当时是想把他作为 Rain 的接班人来培养的，要不是16年的限韩令，魏大勋的合约又正好到期，可能他早就在某部韩剧里一炮而红，成为顶流了。虽然营销 Rain 的接班人会让他的路更好走一些，但他从不拿这段经历作为谈资，低调的为人很增好感，没有噱头作为营销手段，魏大勋只能辗转各大综艺刷存在感。虽然魏大勋也知道观众看多了综艺很难带入角色，但他更知道如果不上综艺就没人认识他，更不会找他演戏。好在综艺是把双刃剑，虽然有诸多缺点，但也让观众在点滴间了解了魏大勋的为人。他聪明且实在，风趣又体贴，积攒了很好的路人缘。而这期间，魏大勋接到的每一个演戏的机会都认真对待，这才有了在烂剧里脱颖而出的机会。所以哪有什么一夜爆红，不过是厚积薄发而已。魏大勋的红跟小白的他是异曲同工之妙，根本不是什么捧一踩一同行衬托，只不过是因为一个热点事件引起了网友关注的兴趣，而是他是红，就看谁更经得起考古了。别人考古都是笑料，魏大勋考古全是高光，网友当然会像发现宝藏一样欣喜。借用网友的一句话，魏大勋一款内娱版的蜜雪冰城，下次再上热搜，估计爆的还是他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
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